有没有一种时候，你明知道答案在哪，却就是不想看？例如，你明知道冷气遥控器就在沙发缝里，但你懒得去挖。你明知道那封 email 应该回，但你死都不想打开。你明知道那个人才是你该原谅的对象，但你就是不想看他一眼。好啦，好啦，先别自责，连圣经里的人也这样。民数记21章1到9节，以色列人继续在旷野漂流，遇到迦南王亚拉德来攻击，结果神帮助他们得胜。他们应该要振奋才对，对吧？但没有哦，他们又开始抱怨，为什么把我们带出埃及？又没水，又没粮，还一直吃这种无聊的玛纳。结果，神让火蛇进入营中，咬死许多以色列人，大家才惊觉自己得罪神了，赶快求摩西代求。神要摩西做一条铜蛇，挂在杆子上，谁被咬，只要一看就能活。简单吧？看一下就好了。但真的那么简单吗？陈芷柔是一间设计公司的副理，工作能力强，个性独立，从不轻易低头。3个月前，公司发生一场风波，他和他的主管 Leo 在一场提案简报中意见大冲突。Leo 当场指责他，你这份简报根本没针对客户需求思考。芷柔脸都红了，压着怒气回答，那是因为你1周前才改需求。人剑拔弩张，会议室空气凝结，连老板都傻眼。隔天开始，Leo对芷柔冷处理，交办事务简短，会议不看他一眼。芷柔气到爆炸，心想，算了，我等调部门。几天后，Leo 寄了一封 email 来，标题是关于上次会议我的一些反思。他看着标题，指标停留5秒，然后直接关掉信箱。我才不想看，搞不好又在讲我坏话，还反思嘞。1周过去，2周过去，那封 email毒蛇一样躺在他的收件夹，仿佛在对他冷笑，你就是不敢面对。他开始睡不好，上班胸口闷闷的，连朋友都看出来，你最近怎么气场不对？终于在一个周5夜晚，他洗完澡，点了一杯热拿铁，把笔电打开，点开那封他躲了3个礼拜的 email， 内容竟然写着，芷柔，那天我真的太情绪化，没给你准备空间就当场开炮，是我不对。你的设计方向其实很有洞察力，是我太急于求成，忘了团队合作的重要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下周找个时间，我们好好聊聊。Leo，他愣住了，3周来的火气、委屈、烦躁，突然像漏气的气球，一瞬间塌掉。原来他只需要看一眼就能得释放，但他却让不想面对拦住了自己。
火蛇不是神的残忍，而是人心的顽梗，是他们一次次不幸的累积，是对神的恩典视而不见。铜蛇其实只是一个选择，要不要相信，要不要转头看一眼，承认你需要神的拯救。今天的你也可能在被咬伤的痛苦里，但神仍然设立了铜蛇。也许是那段你不愿面对的对话，那位你不愿接近的人，那本你放在书架上很久的圣经，你只需要看一眼，不是眼睛的看，而是心的回转，就有医治。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，你被蛇咬，不是因为你没路走，而是你选择了不信任那条神给的出路。但神不会强迫你看它，他只会默默把那根杆子举起来，放在你心里最明显的位置，然后轻声说一句：孩子，只要你肯看，就能活。